我跟你们讲一个，为什么今天要拍这一集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个东西真的太好用了，但是它需要一点时间。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，它为什么右边要有一个小小的鸟瞰图？那后来我把这个鸟瞰图放大，直接放大，然后直接转成我要的方向。好，需要一点时间，但是万无一失，真的万无一失。欢迎再次收看《这样玩》。今天这一集很特别，因为很多人都不太会用 Hyundai 或 Kia 的环景，甚至连我之前也没有用过全车环景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莫名其妙，还想说它怎么给我那么多功能？那我今天特别来了地博去借了这一套套件。那你们仔细看一下我地上这个指标的部分，来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一定要先熟悉这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的环景它一定会有。遇到红色警戒，红色警戒线，接下来还有黄色警戒线，接下来还有绿色警戒线。那这些东西又代表什么意义呢？我觉得各位车主不想要磨到你的车，不想要磨到你的车况，你一定要收看这一集。我们现在拿卷尺来量，来，我们来量一下。果酱，我们今天拍这一集真的是有够凄惨的，一直在下雨，所以我们一波三折啊。对，我们已经换了好几个场地了，现在从早上拍到晚上。好，黑色这一个大概抓25公分。那我们来量一下这个，好，49，我们算50好了，49点多我们就算50。所以这边25，这边50，这边50。好，那为什么一定要量测这个距离呢？因为我们通常都在车子里面看仪表板，所以我们会不知道车外的空间感到底如何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实测给你看，走吧。我们今天为了拍摄这一集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想要知道，我如果是一个小白车主，我要如何善用我所有车上的环景功能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所有的车子，不管你是开哪一台车子，只要有全环景，就很需要看得懂这些东西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切到全环景，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环景切前面，好，切前面它就跳到前面，那我一样会有做前方镜头，然后一样会有。所有的角度，前方就有4种角度，后方也有。那最主要的是说，好，我现在用这样的环境，那我们右边的部分呢，可以变大变小，都可以，看你自己。那我先后退，好。所以你会看得到一件事情，很有趣一件事，很少人在用鸟瞰，但鸟瞰你说它准不准？它非常非常的准。我们来看到这张图表，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左右边的线没有办法是直线的。那我就做给大家看，很多人都没办法以为。然后你看到一件事情，这个的左边跟右边它是垂直的，其实它是垂直，它不是平面的，因为它希望让你看到人行道的厚度，这2个人行道的厚度。好，我往前，对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往前的时候，我用鸟瞰每次都要重新再扫一遍。好，你们看到黑色的部分其实它就是我们的保杆，全黑的部分它就是我们的保杆。好。进到这里就已经是危险的距离了，OK， 好，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让大家看到这个影片？因为你要好好使用你车上的镜头，你才会知道全环景有多么好用，停车多么的方正。好，有时候我车格没有办法正确的撸进去的时候，我就是用这个影像去作为一个判断，再搭配这3个影像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的需求是什么，我怎么停进去，然后停得好，停得漂亮。OK， 我现在在黑色的这里，你们看得到的环景，其实只看得到我的腰身以上。实际上黑色的这一块啊，这一块黑色的距离40公分，40公分等于是我们一个手肘，这里到这里40公分，差不多是这样而已。所以我必须要说，到了黑色的这一块，就是已经是很危险的距离。OK， 我现在到车后，后面跟前面的部分一样，都抓30到40公分。那我们现在要增加障碍物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测量一下车子跟障碍物的距离，大概有250公分。好，250公分开始后退。绿色了吗？对。好，现在绿色这样子的话是110公分。好，再来。
黄色，黄色的部分是60公分。好，再来。红色，红色就已经到30公分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开始实测往前，来，往前开始，250公分，再来。绿色了吗？哇，前面的部分比较长哦，前面的部分这里现在有120公分，来，再来。黄色，好，黄色，这样有60公分，再来。红色30，哎，非常准。可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前面的危险距离120就开始了。我们现在要开始测试的是侧边车身的雷达，因为我们常常在做路边停车。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，刚刚记不记得我讲的这一条的空间是25，跟车子车体，好，就是25左右了。好，我们来开始往前。哎，等一下哦，什么颜色？它是黄色。好，就直接马上跳到黄色了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这样子已经马上跳到黄色喽。好，再往前一点点。好，停，等我一下哦。黄色的部分到轮拱这里已经是36。好，我们再后退一次。好，我们现在极限测试，直接没有任何的空间。好，来，我们往前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红色，已经红色喽。红色的部分只剩下20哦，红色的部分只剩下20。来，我现在把它慢慢的往后拉。我们刚刚来测试一下，刚刚的红色20，那我们现在一样，黄色的部分这里一样是60。那我们来做一个假设，拉到100。好，20。这样有没有变绿色了？刚好绿色，对不对？好，20的部分通常就是红色警戒，20、30公分就是红色警戒，然后60的部分就是橙色，100公分的部分就是绿色。人在走路的时候跨一个脚步，其实它就是100，差不多90、100。所以其实你们就可以很明确知道这个100公分到底有多长，那障碍物旁边的人行道到底离你的车身有多远。这样你们才可以减少自己摩擦的几率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再拍一个。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状况剧，就是当休旅车的高度比较高的时候，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左右的人行墩啊、花盆啊这些东西，所以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障碍物。出现了吗？橘色了。现在就是直接红色了，因为我摆在红色的地方。好，你再往前开，你看哦，开到这里之后。好，后照镜在这里，已经过一半了，你才可以看得到所有的框架，所以而且是没有变形的。所以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当我们行车，我们往前开的时候，你的镜头已经超出至少到你的叶子板的后半段后照镜下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得到所有的障碍物在这里。好，开始往后。OK， 好，再来，没侦测到，有吗？哎，侦测到了。可是你看哦，轮子已经到了一半喽，它才侦测到这里。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你们就要善用的是萤幕上的盲点，打方向灯的那个盲点。你很早就看到这个障碍物了吗？看得到，但是没有掉。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没办法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是来，我们再往后退，退到后照镜。OK， 清楚了吗？整个框架都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全车环景还是会有它的弱点，一定要到这里，它才能全部做预载的扫描。那到了这边来，我们再往前，框架消失了吗？还有一点，对不对？看得到一点点。好，到看不见跟我讲。好，这样完全看不到了。对。好，我们来量一下，在我们的萤幕上面完全看不到的距离，也是100公分。我们刚刚系统上面显示大萤幕的部分，鸟瞰的部分是完全看不到100公分，这里是100公分，刚刚量过了。
那小萤幕的部分可以看得到一点点的这里的距离。所以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：当你所有的影像，你们去记住，我们用100公分去做丈量，就可以开始进入倒车雷达绿色、橙色到红色。那这个部分关系到什么东西？越靠近就越危险，所以我们自己心里要有一个底。这100公分里面，如果你们非常快速的往后退或往前直行，那你们是不是雷达它来不及从100变到60，变到30？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意外的发生？所以这一集特别重要。走，我们到车子里面。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一直在讲，只要你用鸟看，你会有个视觉上面的死角。为什么？鸟看它让你看的是地上，它不是让你看的是正后方。你在退后的时候，你最好还是切到可以直接往后看保杆的方向。常常我们发生，我们要停在停车格上，我想要很对准这个格子，但是我常常会失败，因为我们这台车真的太胖了。太胖的情况下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对准它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玩这个前镜头的部分，它会做摆动。那记得我刚刚讲的黑色的部分就只剩下20公分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前，可是往前其实这个方向，我只要确认我的视野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，其实平常我都是这样看前面，但是这个是我要做细微的调整。假设我前面有花盆，我要一下低档，一下 R 档，一下低档，一下 R 档，慢慢调车位的时候，我们现在低档的部分有几个模式，来看在最前面一样是动态，那就是它可以。你看到标线了，你就可以转你的方向盘，然后就迎合你的车身动态，修正进去这一个标线的停车格。现在这个画面是我在前进后退，要一直来回切换的时候，我要看一下有没有花盆，比较极致的车位。那接下来这个画面是我在旁边有左右人行道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我有2台车在交汇的时候，2台车并行，什么巷子？它从对面开过来，我这边要开过去。我开过去的时候，我旁边就有人行道墩，那这个东西我就很害怕磨到我的车子或车框，那我就会开到这个模式。好，那接下来最后一个，这个是一望无际模式，但是基本上我不会用它，不好意思，完全不会用它。那我跟你们讲一个，为什么今天要拍这一集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个东西真的太好用了，但是它需要一点时间。它需要一点时间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左边是直接照正后方，那右边的部分就是鸟瞰图。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，它为什么右边要有一个小小的鸟瞰图？那后来我把这个鸟瞰图直接放大，然后直接转成我要的方向。我就是看个人啦，因为我很习惯看这种3D 图。好，需要一点时间，但是万无一失，真的万无一失。好，往前，仔细看黑色的部分哦，非常的准确哦，只有准而已，来看这里，好，我现在往左边，我修正进去咯。我修正进去咯，有没有？我修正进去咯，很好，我都不用看左右。如果你会担心的话，这时候会担心的话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打一下方向灯，这是我右边，所以你看哦，我很清楚看得到，我自己已经在这个方格里面了。好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个根本就是残酷大考验。好，来下车看一下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我刚刚用最后一个 item 鸟瞰，我就可以很准确的驶入这个车格。我们先不要去管它的避障的高低这件事情，那个东西我坦白讲，用这个方式，好，如果旁边有障碍物的话，看不见。你要到后照镜的，你才看得到这里的厚度。所以今天你往前开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要用鸟瞰。但是我们已经确定这个车格是属于你的。你要停进去这个车格的标线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转进去用鸟瞰，给它一点时间，让它预载整个画面，变换一下角度，那你就可以停得非常漂亮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倒车咯。好，平常我们倒车是不是都这样子看？但是标线都对不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要转到
好，我现在要转到这个俯瞰的画面咯。好，马上就发现自己对不准了。好，再打一下后照镜。再修正一下自己的位置。OK， 我们现在要来测试一下实际上路，因为时速的部分要保持在10以下。那因为有时候2台会车，其实我们这时候就有前轮狗的设计。前轮狗的设计可以在会车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轮胎跟轮框，它不会摩擦到人行道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我慢慢的这样子开，其实就很安全，其实真的就很安全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从这边，我可以慢慢靠过去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已经亮红色的警戒线，所以记不记得红色警戒线就只剩下20公分左右，其实蛮靠近的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现在倒退路的时候，我一样切到后轮拱，我现在看着后照镜就好了。我现在越停越近哦，所以其实这一台的雷达跟环景它是很准确的。我现在往前打，它就前轮；好，我现在往后打，一样它就后轮。所以2台车在会车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我的轮拱、我的轮框跟旁边的障碍物，人行道也好，或者是2台车在会车的间距也好。我现在要经过 T 达这台车子，那实际上我的萤幕已经有橘色，跟红色的线，代表很靠近。所以其实我就这样慢慢会车，这样看着我自己的钣金，一样看着我自己的钣金，我就知道它离我多近多远。今天拍摄这个主题，希望可以真正帮助到你们，因为真的倒车的时候很容易擦伤我们的车框，或者是擦伤到我们后轮的中度，就是我们后轮，因为我们车长轴距比较长，所以很容易伤害到我们的中后段的车底钣金，或者是后轮的轮框。那我真的很希望你们去了解这个东西有多好用，不要只用前面3样，最后面1样鸟瞰的部分，它真的很好用。在停车的时候，你看我可以停得很顺。那刚刚都是我自己停的。那我觉得 Hyundai 跟 Kia 他们有这一项环景的技术，大家要好好的善用它。影片的资讯栏下方有我们的电动车社群讨论区，也有我们电动车导购连结 ，CCS2 转成 CCS1， 然后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粉专的社团或者是 YouTube 的影片，有什么问题留言给我们，就这样咯，拜拜。